这个就是5大鬼惑之一。这不是魂瓶吗？对，小三爷果然是小三爷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陪葬品，也叫谷仓罐，用来装五谷，以防死去的灵魂会饿死。这个东西除了雕刻精细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但奇怪的是，它能聚水。我们在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它已经全身都湿透了，而且还长满了青苔。这个东西大凶，就是因为它有6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出事儿，而且这事儿非常奇怪。我们在内部检查的时候，专门调出了监控录像，发现这6个人在出事前几天都来过这仓库，而且碰过这东西。哎呀，这件事儿莫名其妙且诡异。后来这东西就没人再敢碰了。丁主管，你以前查过这个货物是吗？最好别多管闲事儿。小三爷想当牙柜这件事儿勇气可嘉，不过牙柜嘛，它是一个需要很多经验的工作。上手调查一点力所能及的，何必触这种霉头呢？万一也像那6个人一样，得不偿失啊！是。那您当年是不是就是因为怕死，所以没查下去啊？你是怕你查不了的事情被我查清楚之后，你很难堪是吧？你不怕死吗？怕，当然怕了，但是应该没你怕。淘气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不是有点吓人？民间传说，魂瓶里面就像是子宫，可以滋养魂灵。魂瓶把灵魂盖在里面，所以称为盖灵术。这上还贴着符咒呢。哎，对了，这个魂瓶所有的相关资料，现在还有存档吗？档案室里面都有。魂瓶事件涉及到6个人，但是巧合的是，这6个人都是在接触了魂瓶之后24小时之内出事的，3个是意外失踪，3个是自杀。但为什么接触魂瓶就自杀呢？你说这3个自杀的，他们会不会就是被谋杀了，伪装成自杀？有可能，但是时间太久了，没有办法查证。我现在唯一的线索，就是其中有一个死者的弟弟，现在还在11层工作，我准备去找他一趟。林震，你这工作，我觉得你得给保住啊！我觉得待遇不错啊，这够咱俩生活的。我跟你说，家里橘子快没了啊！男人需要有上进心。王一问，你呀，你就待在家里面，好好收拾屋子，好好做饭，等我回家，我会给你带来更好生活的啊，乖。
杜明秋，哟，还真是您啊！我刚好最近在找你呢，这么巧。你谁呀？我吴邪，刚来十一仓的。你就是那吴邪？找我事儿？我最近在查魂瓶的事情，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。你哥也是上海城市医，你那儿一定有更多的资料。以你这个级别，想问什么？不得先请我吃饭吗？不就是一顿饭吗？没问题啊。你问魂瓶的事儿，是想做牙柜吗？啊，牙柜那些棘手的鬼货，是你想做就能做呀？还真是我想做就能做呀，这不是你们十一仓的规矩吗？资料都在档案里呢，里面记着当时所能知道的一切。再说，这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就算我真有什么遗漏，也忘了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不喜欢你，以后别来烦我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走时候门没关好，我这顺道拿出来看了一眼，不好意思啊。来，还你。坐那！行了，臭小子，长点记性吧你！哥哥我没空在这儿跟你掰扯，上。是。嚷嚷什么呀？这有问题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里已经全部清洁过了，没问题。啊！哎，你怎么又受伤了？什么叫又受伤了呀？哎，我没什么事儿啊，反倒这个事件，我有了新的进展。魂瓶牵扯到的这些自杀事件中，我查到了有个服毒自杀的人叫杜明夏。他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叫杜明秋，还在十一仓工作。我去试探了他一下，发现了这个。这不就是这架飞机吗？据我推测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
30年前，这架飞机在西南边境撞坏了，撞进了一座古墓里。什么啊？有人进去查看，可能出了事。后来11舱的管事接到任务，将整个现场连同整个飞机残骸全部都存进了11舱里。杜明夏和杜明秋这对双胞胎兄弟，当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也被带回了11舱。可以的。这个推测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？我们现在可以去确认一下。这照片里的魂瓶，的确是仓库里的那一个。你怎么说的都跟真的似的？因为30年前，这个飞机的事故现场，我去了。走，跟我去确定另外一件事情。我之前就查清楚了，酒窖里的飞机和这里的魂瓶事件是同一时间发生的，而且这2个鬼户的背后，牵扯到特别多的人，时间也很久远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定不是一个灵异事件。之前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是我们查了很久，那几个自杀的人，没有任何他杀的痕迹。如果不是灵异事件，他们怎么会自杀呢？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一下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聚水了？你看。真的没聚水。你那有水吗？多长时间了？快1个小时了。你看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一丁点水都没聚呢？之前我们可是一点水源都不敢拿过来。哎，你干嘛？这个盖子能打开吗？不能上去，不能碰，拿着。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以前碰的6个人都出事儿了。你看看你，查这个事儿挨了多少回打？这事儿你别查了。我这打可不是白挨的。走，我们先回去。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你不是号称推理肥王子吗？有什么想法？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小王子啊！天真，你受我的影响，
你最近的这个推理的能力，我觉得也是大有长进啊。你跟我说的那个看法，我还是比较同意的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是人为的，但是呢，你现在要搞清楚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再一个，你得知道这个双胞胎人家为什么被带回了试衣舱。你光凭几张照片你就让我给你答案，那我又不是神仙，对不对？我是福尔摩斯吗？我是名侦探柯南吗？对吧？我不是，但是我有一些爱因斯坦的基因，但是我也不能胡说八道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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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声音啊？天真，天真。天真，这通着呢。天真，喂，胖子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了？我说着你可能不相信，可能有人想杀我。要杀你？在实习舱里有人要杀你？你不是那什么吗？你不是求财吗？不至于吧？这说明我们可能猜对了，这个事情背后有隐情。我现在查这个魂瓶，有点害怕了。用不用我过去一趟啊？不是我去了也没用啊。不是你在里边，你一定得自个儿保护好你自己啊！我跟你说，胖爷，我想为你两肋插刀，我都不知道往哪儿插。你不光要保护好你自己，我提醒你啊，你身边的人也要保护好了。记住我的话，这实习舱里边都是变态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实习舱里都变态。上一句。你不光要保护好你自己，你还要保护好你身边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你一查这魂瓶就出事儿，你身边的人就会认为这里边有隐情，所以这事儿就会蔓延开来，越闹越大，越闹越大，你就越来越危险。哎，对，喂，嘿，嗨。
这边还有一枪啊！走，可以。快点啊！哎，走啊！哎，这次怎么出发这么突然？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二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是。我就说嘛，平常你准备的特别充分，这次边赶路边准备，这么草率，不是你的风格啊。那你说说，我看你猜的对不对？猜测是不敢啊，但你动机不纯啊。到了雷城再告诉你。哎，这是我根据流丧听出的地下河走向推理出来的大概方向，你把它给背下来，啊。早，张大爷。早，睡得好吗？还不错。给你一瓶东方特饮，为了鼓励你戒烟，给你提提神。怎么还有字儿？你朋友送过来的，说对你的期望都写在这上了。想着拼，死胖子！他们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因为维运部和特备部的人关系向来不好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两个部门的人走在一起的场景了。哦，我还被警告了呢，再跟你们特备部走这么近，我就会被降级了。那你们要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人谈恋爱了？十一仓不可以办公室恋情。我买了点东西想给你送过去，你住哪个房间？你让宿管放在0321就行了。怎么了？带我去探监控室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昨天晚上想杀我。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昨天晚上太黑了，我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，而且还让他跑了。你报警了吗？我没有证据，只备了案。他身高不高，体型很瘦小。那小白，你跟着他，看他去哪儿了。不见了。看来他是早有预谋的，而且对11仓地形很熟悉。
我们现在只能把他照片打下来，然后一一做筛查。嗯。哎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你住哪个房间？你让宿管放在0321就行了。你不会是怀疑我吧？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，骗不骗我是你的事儿，相不相信你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跟我走。干嘛？去了你就知道。你喝点什么？我随便，喝什么都行。那我给你冲个香飘飘吧，这挺好喝的。你坐。啊，好。血管。哦。你住在这儿啊？对啊，这工作方便一些啊。你住这儿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那要出什么事，出什么意外，我上哪儿找你啊？哦。那个，你说吧，小三爷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好吧。我觉得昨天袭击你那个人会不会是杜明秋啊？现在只有他有嫌疑。不管是不是，反正他一定是有所隐藏的。嗯。所以一会儿啊，我就找一趟他。小白，这件事情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，在这个期间，我们作为合作者，我们必须要相互信任。所有跟案件有关的事情，你必须毫无隐瞒地告诉我。没问题。又是你，怎么了，小云三？找我单挑啊？啊？是不是上回挨揍没挨够啊？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我没空跟你废话啊！我来是要问你几件事情。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转过来！你摆这个表情干什么呀？弄得我好像在欺负你。你到底要干嘛？
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想让我查你哥的事情？为什么？我哥是自杀，哪来的凶手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们换个思路，假设你跟你哥的关系不好，他死不死的你也无所谓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现在手上拿着独家资料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分享，就能得到好处。你为什么不跟我分享？而且，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第一反应是拒绝跟我透露任何的信息，你是不是有所隐瞒？我没有。你肯定有所隐瞒。我没有。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在帮这个凶手，但你又是受害者的家属，你没有理由去帮这个凶手，所以只有一个原因，你就是凶手。不是我，我不知道谁是凶手。你哥的验尸报告我也已经看过了，是死于尼古丁中毒。怎么样？感受一下。他杀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死的人应该是我。你现在详细的跟我说一下当时的情况。我和我的哥哥都是被11仓收养的，进这里的时候年纪都很小，受教育也在11仓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所以对这里的感情也不一样。从小我们就在11仓里玩。那个瓶子出现的仓区是一个老仓区，所以进出货物很慢。我们对那里非常熟悉。当那个瓶子出现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发现了异样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那个瓶子之前不在那个地方。于是我靠近去查看，我碰了一下，发现是湿的。那个瓶子正在往外不停地滴水，在死气沉沉、干燥的11仓里显得格外显眼。我非常害怕，觉得这是个邪物。不过也没有太过于在意。之后，偶尔听说还有人看到过那个瓶子。我因为从小是被收养的，所以不太合群，也就没有参与过多的讨论。上次我就见过那个瓶子，特别邪性，我看了就一眼。我突然看到里面有个小姑娘，好像在冲我笑。突然一披头散发的，看起来有点像女鬼的一个人。我正准备仔细看过去的时候，突然有2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，我当时真的差点没吓尿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真的，你们以后看千万别盯着他一直看，那双眼睛，我现在想起来头皮都发麻。我跟你们说。之后就开始出事。当时查案的亚贵告诉我们，所有出事的人都碰过那个瓶子，他封死了瓶子，然后在11仓里继续调查，还有谁碰过这个瓶子。我因为太过懦弱，不敢承认，害怕自己会被关起来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我的哥哥居然死在了我自己的房间里。我忽然意识到，
是我碰过这个瓶子，死的人应该是我。我更加害怕了。我思考了很久，决定隐瞒下去。同时，你也了解到，这不是一个灵异事件，是凶杀案。你害怕？害怕凶手知道自己杀错了之后，会回来找你，所以你隐瞒，不报警。我今天去见过杜明秋了，他跟我说，当时触碰魂瓶的人其实是他，而死的人却是他的双胞胎哥哥杜明夏。他给我详细的讲解了一下当时的事情经过，我现在更加确定了，魂瓶事件中的人绝不可能死于意外，更不是什么诅咒，而是被谋杀。因为只有人才有可能认祖生。那我明早就去报案。你干嘛？我检查一下呀。不行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是什么诅咒。我保证。那这样，打开之后你只能近距离的看看，但是不能摸。说好了。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？你干嘛？小白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是不是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，这个魂瓶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？是，这些是死当的货物，过了取货时间，按规定已经属于11仓所有了。你还没成呢，你就把它给砸了！你看什么啊？你自己看。哎，这边缘有胶，是拼起来的，果然是人为的。一直在往外不停的滴水。小白，我要做一个实验，我们先想办法把这个魂瓶给拼好。另外，你去帮我找一只大狗来。那你是让我帮你把这个魂瓶拼好，还是让我去找一只狗？找狗。好嘞。哇，小三爷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哇塞，还原度这么高！
开玩笑呢，你以为我是？哎，小白啊，你是不是对大狗有什么误解啊？这是大狗吗？能有就不错了。行吧。哎呀，先把狗放进去。啊？放里面？对。来。听话啊。这是干嘛？等。不可能，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？不可能！你在看什么？有了！哎，我猜对了，来，赶紧先把狗抱出来。怎么会滴水了呢？真的是假的？我终于知道这个瓶子为什么会时而滴水，时而不滴水了。因为这个瓶子内部有人动过手脚，再加上这个魂瓶的内部本来温度就很低，当有活物在里面的时候，里面就产生了温差，有温差它就会结出水汽，当水汽变成水珠的时候，它就会沿着瓶子里面的纹路渗出来，就造成瓶子在不断滴水的现象。所以，我现在有理由推断，当这个瓶子在滴水的时候，里面一直有一个人。有人？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有一个仓库，里面全部是小孩儿。小孩儿？对，11仓之前有一个仓库叫做子仓，因为子仓的出入口特别小，所以11仓就收养了很多小孩儿。子仓的孩子会定期出来接受培训，教他们成年后的仓管技能。最出色的孩子还有仓管的虚拟荣。丁主管，
丁主管，马上就好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听到了一些关于子仓的消息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所以想过来跟你打听打听。我听说子仓当年发生了变故，你把跟子仓所有有关的消息，包括每一个仓管的信息，全部都销毁了。我就是想知道，子仓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信息都给销毁掉？几年前，资料库发生了大火，很多仓库的资料都被烧毁了，子仓刚好是其中之一。而已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资料库查资料，看看我有没有骗你。丁主管跟我说，子仓所有的资料都是在一场意外大火当中被销毁的。我后来去了一趟档案室，确实跟他说的一样。这是6个受害者的资料。子仓里面到底是放什么东西的？在这之前，子仓里面放的都是非常珍贵但邪门的物件，大人不能碰，只有小孩看管才安全，所以才建了子仓。老一辈人迷信说小孩纯洁不怕邪祟的勾引，但现在就没有这个规矩了。子仓里有历史遗存的货物要处理，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些小孩里挑出一个进去取货。这个孩子被叫做小仓管，是给他的一种荣誉。子仓几年换一届仓管？4年，因为小孩子长得快，4年之后他们就进不去子仓了。4年。这几个仓管的年龄差，刚好是4岁。你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这几个仓管都是子仓的仓管？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有2个问题：第一个，子仓这些仓管长大之后，为什么都会去接触魂瓶？第二，如果躲在魂瓶里的那个人是个小孩的话，他是不是也是子仓的仓管？可是现在这些都无从考证了，子仓早就关闭了，最后一任仓管也早就长大成人了。现在11仓里1个小孩也没有。有意思。这个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们还有一个突破口。虽然死的人是杜明夏，在这碰到魂瓶的人是杜明秋。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误的话，真正在子仓工作过的人是杜明秋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杜明秋，你配合一点。你曾经是不是子仓的仓管之一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这，不是，你又来。杜明秋，我跟你说，
你想好了再说，我今天可没带解药啊。你们不能杀我！我要是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子仓的秘密了。真的在子仓工作过？当初11仓肯收养我们，所以我们都心存感激，争先去子仓帮忙。我进入子仓帮忙了4年。小三爷，都被你说的。你告诉我，子仓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还有，为什么魂瓶事件的死者都是子仓的仓管？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子仓里面的。谁也没有想到的，为什么会在外面？每一个进入子仓的仓管，一进去就会看到一个神龛，在入口的位置，上一任仓管会提醒你上香祭拜。那个神龛祭拜的就是那个魂瓶。上任仓管告诉我，传说子仓因为阴暗闭塞，在没雨天的时候会非常潮湿，里面的货物也会因此发霉。后来这个魂瓶存进来之后，它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，瓶子自己会装满水，非常神奇，也因此使得里面不再潮湿。所以他们才开始祭拜。这个瓶子对于子仓的环境来说非常重要，是不会被拿出来的。所以我在外面发现的时候，非常惊讶。子仓其他的仓管看到以后也是如此，不可避免的会被吸引。你在子仓里面是做什么的？就是进进出出的仓管工作，只是比较辛苦罢了。那你认不认识其他的仓管？我们在子仓当差的人员，只有交接的时候才会见上一面，不交接的人都不认识。这个背影看着眼熟吗？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！我跟你说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的人，这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不认识他们。杜明强，可以回去返工了。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道。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没有杀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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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三爷，那天袭击我的那个人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成年人，是一个孩子，一个踩着高跷的孩子。孩子？对，孩子。孩子？难道是子仓的仓管？可我刚说过了，就算是子仓最后一任仓管，现在也已经成年了。11仓没有孩子了。
要是其中有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长大呢？我们捋一下啊。你说会不会出于某种原因，最后一任小仓管没从子仓出来？就算到现在看来，也还是个小孩的样子。但他已经成人了，他躲在魂瓶里面，认出了每一个观察魂瓶的子仓仓管，并且把他们都给处理了。在他知道我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就企图来袭击我。可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针对子仓所有的仓管呢？子仓，所有的答案都在子仓里。有没有办法处理他？没有，除非我们俩生。说呀，怎么说一半不说了？除非我们两个什么呀？说呀。除非我们俩去找个孩子。找个孩子？找个孩子？差点说错了。哎，干嘛呢？走啊！睡起来了。哦。哎，小三爷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如果杜明秋就是不说，你真的会杀了他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吓唬他。这个就是子仓的入口。这也太小了吧？对啊，所以你肯定进不去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没用的。我放弃。我必须要看一下里面的情况，你在这儿等着我。吓我一跳！快点，你帮我拿着这个。能看到画面吗？能。怎么回事？里面真的有个孩子。我一定要抓他。从
镜子里看，你这脸儿挺小的，尤其是跟我一比。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啊，谢百大。老李送的。怎么又是老李啊？这老李怎么来的还挺勤的啊？他不是最近升了行长吗？所以染头发的频率也高了。臭屁什么呀？老染头发不怕得癌啊？飘飘，我跟你说，咱们琢磨琢磨啊，我看看给你这儿好好装修装修，别老买衣服，弄个实际的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就常来光顾就行了。哎，你这儿，哎呦哎呦，没弄着你吧？对不起啊，没事，来，你先坐下。怎么受的伤啊？弄头发的时候，不小心烫了一下。飘飘，没人欺负你吧？有人要找你麻烦，你可得跟我说啊。放心吧，真要有人找我麻烦，老李也会去解决的。老李，老几啊？他能办成的事儿，飘飘，我跟你说，胖爷我也能办成；办不成的事儿，我也能办成。你就找我啊！哎，上次你搁这儿的钱啊多了，我给你办了一个卡，还 VIP， 下次来打85折。啊，这就是咱俩的关系了哈，是吧？哎，这怎么是number 2啊？那1是，不会是老李吧？你到底要不要？要啊！你给的我都要啊！哎，家了不起，过吧。今儿都可以，是。嘿，这你敢要吗？啊，了不起啊！什么破牌啊？哎，胖爷，哎，坐着。哎，坐。没跟你说。哎，您怎么？给谁了？您出。给我。你5。不要。5都不要。6。不要。8、9勾顺子。不要。1、3诚心的吧？没要不起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飘飘发廊那个老板娘身上那伤谁弄的？说。哎呦，胖爷，这整条街都知道那是您的女人，是哪个瞎了眼，跟他扎刺儿？都别给我装孙子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儿开始，那老板娘再受一点伤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，都算你们账上。就算我治不了你们，这叶飘飘家里人也得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人家这身份，可不一般，都别做傻事儿啊！是。记住了啊！从明天开始，你们自个儿啊，再叫上你们的亲戚，幼儿园同学、初中同学、小学同学、高中同学，你们也没上过高中，是。有一个算一个啊，把你们认识人都叫上，上飘飘发廊洗头去，染头、烫头，烫完再染，染完再洗，洗完再烫，反正不能让那儿空着，明白吗？好，胖爷，听好了啊！好的，胖爷。哎，就你这破头发，多烫2回啊！哎，好。哎，胖爷慢走啊！胖爷走好。来，继续。你喜欢。小三爷，你这个陷阱做的，你开震动了吧你？
这也太简易了吧？他虽然是个成年人了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看起来都像是个孩子。所以啊，我做这个陷阱，也就是走个过场。给。我不吃，我有毅力。你减肥也没用，我都钻不进去，你还能减得比我瘦小啊？我还有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个管道里面全部都是金属材质的，可以试试用液化氮，没准可以让它的管壁收缩，洞口就会暂时的变大。那你把液化氮给我，我去不就行了吗？你就别减肥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那里边那个小孩那么厉害，而且子仓现在什么情况都弄不清楚。你进去，我懒得跟你说，反正不行，这我自己的事儿。我不反对你吃啊，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？准备进入地下河了。
吴贤，把这些东西搬到新修仓。这直接开车送过去不就可以了吗？不想干是吧？让他滚出十一仓。王跑那儿很快就要下班了，干不完拖车收工。 干得不错，还有2箱货，加油啊！哎，这生意怎么这么好啊？哎呀，胖哥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人特别多，洗头发、烫头发的。你自己照顾自己啊！啊，没，我今天还真是没空。你忙，我排着啊。哎呦，哎，先生，啊，染发膏没了，我去买，能等吗？等得起。那我先去了啊。啊，你先跟着待会儿。行，好，马上啊。胖爷，有事儿啊。哎，学着点啊，别出声啊。好，有点样啊。写作业呢？有不会的问你胖叔啊。别打野了，团了，来不是，看看我看这个，不是，你看这学的都够难的呀。别下手。哎，先生，好，人写作业呢，没看见吗？看。你妈就那头上的那个，那伤是怎么磕的？是我爸打的。你爸不是离婚了吗？我爸来找我妈要钱，我妈不给，我爸就打他了。你胖叔来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你妈就不会再挨欺负了，你信吗？胖叔，你这么打打杀杀的，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老师说了，只有脱离那个环境，才能改变生活。在环境里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会发生。小梅说的对，那胖叔以后就帮你们多干干活。好。煤气罐，俩煤气罐，让煤气罐给炸的。写吧。247。小三爷，你每天这么练，不吃东西可不行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我特意给你煮的面，香不香？不吃。不吃，249。那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液化氮到了。小三爷，小三爷，小三爷。人暂时没有大碍，就是过度劳累，看样子肺不太好，先让他好好休息吧。
邪祟，蛊惑人心。小子搬运，放手起心。成人若若，鬼魅缠身。哎，小三爷，你感觉好一点了吗？我没事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在祠堂里面。你怎么进去的呀？啊？谁让你自己跑进去的呀？我不想看着你再折腾自己了。我现在已经通过一个管道进到祠堂里面了。这里面很宽敞。里边什么情况？343，这样吧，我们两个打视频电话。你能看见吗？能。
小白，小白，怎么了？现在没事了。我刚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小三爷，你看见了吗？这里有个密室。了吗？我看见了，这是一具成年人的尸体。怎么可能？这里面怎么可能有大人呢？这可能是一种原因。这个人打小进去之后，一直到死都没有出来过。 小三爷，你看，这上面的字迹和墙上的警告一模一样，应该都是死掉的这个人写的。李泽林、杜明秋、周远。小三爷，这些纸箱上面都写着碰过魂瓶的死者的名字。 魂瓶一冲，契约生效，6人必死。如有不从，由你代劳。好像是有人跟杜明秋他们签了什么契约，然后让他们去做什么坏事儿。我明白了。啊？你明白什么？ 杜明秋在撒谎，当年自责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都没发生，而是大有乾坤。这具尸体在死之前控制了每一届的仓管，然后向这些小孩发布命令，让他们帮他做事情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样，小白，你在里面非常不安全，你把资料收集好，赶紧出来。 我们见面再说。好。怎么了，小白？
小白，小白，小三爷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子策，子策，子策，出事了！快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快！出事了！对手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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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还想跑到哪去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啊！我躲了这么多年，你一来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翻出来。你自己一错再错，错到最后，连你自己哥哥性命都要抢。子苍老大跟你们约定好了，你们离开子苍之后，但凡看见魂瓶，就必须马上了结自己的性命。如果有人不愿意自杀怎么办？那个小仓管就会奉命出来杀了他。你不想自杀，也不想被杀，然后你就杀了自己的双胞胎哥哥，让他们以为你已经死了，来骗过他，对吧？
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跟你说，杜明桥，但凡是你做过的事情，你就算瞒得再好，终究有天会被别人发现的。我是不情愿的。子仓的那个人是谁？他跟你们约定了什么？子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个人自称是子仓的第一代仓管。我第一次进入子仓的时候，因为子仓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他需要我出入子仓帮他做事情。他会不断地交给我一些任务让我去完成，还威胁我，如果不听他的命令，我就会死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在子仓里碰见了子仓的上一任仓管。我找到他，向他询问子仓里的事情，但是他什么都不肯说，似乎很害怕。我帮他做事情，偷东西，私藏存进来的货物，篡改存货记录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坏事。他一直躲在子仓里，在谋划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大计划就要开始了。你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都将成为伟大的人。在这个计划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允许有任何差错。所以，当这个魂瓶出现的时候，说明计划已经开始了。你必须立刻自杀，抹去我们存在的一切痕迹。直到那一天，我才明白。为什么上一任子仓的仓管那么害怕？在我临走以前，他又把我带到那个魂瓶面前，让我对着魂瓶发一个毒誓，不管长到多少岁，都不能说出子仓里有他这么一个人。而且，在子仓以外的地方看到这个魂瓶后，就要自杀。我知道我的死期快要到了，我不想死。那个人的大计划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起来！那个人大计划到底是什么？那段时间的记忆我都记不住了，我对那个计划没有兴趣，我只想活下去。小仓管已经被送到医院了，医生说会给他做复健治疗，不会有事的。杜明秋已经被警方带走了，警方很感谢你的协助。还有，小仓管清醒以后也要配合调查的。这个事情总算是了结了。所以这个自称自己是子仓第一任仓管的人，在里面控制了几代仓管，并且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计划。后来子仓要关闭了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把最后一任仓管，就那个小仓管，给他服用药物，让他无法长大。而且这个小孩还听从了他的命令，
从子仓出来，潜进魂瓶，找到当年所有参与计划的仓管，并确认他们都已经死掉了，是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但是现在这个案子虽然已经了解了，我还是没弄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个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其实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为什么知道啊？你这个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一般人都会问我知道的是什么。我们两个一块查魂瓶查了这么久，查了半天，终于查出结果了。结果你跟我说你早就知道了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引我来查这个魂瓶的？你什么呀？算了，反正你是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无所谓。但是接下来，我问你的问题，你必须马上回答我。第一，你为什么知道这个计划？第二，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小三爷，你一直这么强势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么强势啊。说。好吧。其实关于十一仓有一个传说，我相信你曾经肯定听说过。十一仓从来没有丢过东西，只要是存进十一仓的东西，如果不是存货人来取，是不可能离开的。但是，有一个特殊的案例曾出现过。有一个货物在存进来之后，突然自己就消失了。这个货物很特殊，它是一个自愿被存进十一仓的人。而现在十一仓的所有鬼货，由此而引发的怪事，都发生在这个离奇的消失事件的前后，所以大家认定这些事情都是有关联的，而且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。有人自愿被存进十一仓，什么人啊？这个人你认识，就是武三省。我曾说，没错。当你查清楚魂瓶之后，这个传说就有了基础。我相信这个阴谋是真实存在的。等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以后，我们就能查到背后的这个阴谋，就有你三叔的消息了。然后呢？你说了半天，你也没说到底这个计划是什么呀？我去上个厕所，你组织一下语音，接着编啊。我没编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呀。听说你解决了鬼火魂瓶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其实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批听雷的人。在很早以前，就有人进行了听雷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个仓库里。但是十一仓实在太复杂了，还需要一个计划。关键词是魂瓶陆沉。你不能多给我看点吗？以你的速度，很快就能看到下一段奖励。我为什么要跟你玩这个游戏？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需要更有效率的方法。当年胁迫你三叔的人，也许他们就在你的附近，我不得不小心一点。而且，如果你连我都见不到，那你不用再调查这件事情了。你回来啦？
你知道红豆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小白，你奶茶一会儿再喝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你听说过陆晨这个人吗？哎，你别这么着急呀。我不知道大计划是什么，但他们的行为已经破坏了11仓的规则。一起查吧，偶像。进来。哟，吴邪，来，坐，坐。恭喜！你果然顺利的找到了真相。坐。哎呀，查这种事情啊，意料之中的事儿。你可是11仓第一个连培训都没完成就获得升职的人。我现在关心的是啊，通过之后有什么奖励啊？我正式通知你，荣升 L4仓员。从此以后，11仓比你级别低的仓员全都由你安排，而且你还有外出探亲权。11仓你出入自由。出入自由？那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子仓里所有的货物都归我所有。Of course， 当然是指断档的货物。我还真是越来越喜欢11仓了呀。不过呢，丑话可说在前头啊。11仓赏罚分明，你做得好，奖励全是你的。可是，如果哪一天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出了问题，后果可由你负全责。吴邪，你可要好好干。哎呀，丁主管，你放心，我从来不会让别人失望。那是当然。走了，慢走啊。没坏规矩跑什么呀？像你这样的人呀，就应该在家里让父母养着。你说你来我们这儿啊，什么也学不会，马货学不会，规矩学不会，这让我们当前辈的有点办事不力。扶我称200。你看我干嘛呀？再看400。老于啊，我现在也就是年纪大了。我再年轻几岁啊，我一定陪你玩玩。这小子威胁我！笑什么笑？我很严肃，对吧？我说一看你啊，就知道你这个人呀，太自卑了，缺乏安全感。在11仓外边没少被人欺负吧？要不然干嘛每天用那么幼稚的手段去欺负别人呀？啊！你不要那么不要脸，都这么大人了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你这么说话我很不爽的。现在爽不爽？爽不爽？不是，不行，你想不想干了？想不想干什么？我，给我打！这怎么办呀？啊！你说你混那么长时间，怎么等级还这么低啊？智商决定命运啊！你说这弄的，这以后日子不好过呀？啊！不是你，哎呀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吗？是吧？
让打你那一拳啊，以前的旧账一笔勾销了。来，交个朋友，努力工作啊！努力工作，都努力工作啊！来这边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觉得你有点太胖了，不利于工作，该减减肥，是吧？400个俯卧撑，你们都帮我数着数啊，来吧，数着数着，开始吧。加油！我减肥。1、2、3。偷懒是吧？说话不好用是吧？坐呀！我有在做呀。